秋慧姐帮我一下。来啦。我说呀，你也太拼命了，若是让你哥知道，肯定会怪我没照顾好你不可。这段时日家里为我花太多钱了，我得抓紧赶紧做工，把这些钱全都还上。真娘，这些钱是我自己攒的，虽不多，你先拿着，多少应个急。这钱我不能要，秋娥姐，你拿着，听话。我当街退婚，这外面许多人嚼舌根，已经连累到你跟我哥哥了，我怎么能要你的钱？我才不在乎这些，若是你哥在乎，将来啊，我也不嫁他。拿着，我真不能要，秋娥姐。我们想挑几匹裁剪喜服的缎子给我女儿，可有合适的没有？啊，有的，这边请。秋娥姐，你去忙吧，我去招呼。来，娘子，你看看，这些都是新上的料子，这些都是大红织金、团一鸾凤的软缎，还有这款，这是仙鹤的，这好看。我敢保证，用这个做喜袍啊，那4街8房的媳妇姑娘全被比下去了。比一下啊，试试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，衬的肤色好看极了。就它吧。好嘞。秋姐，我先走了，记得锁门啊。好的，明天见。真娘，铺子已经打烊了，你要是想买布的话，明日再来吧。真娘，真娘，真娘，你听我说啊！真娘，只要你原谅我，日后我一定任你责骂，百倍、千倍的弥补你。无论是你，你的家人，我都会加倍对你们好。只要你收回之前的话，咱们就能回到原来的样子。伤害和欺骗如何收回？你把我的生辰梦还给我吧，那是我爹爹在这个世上留给我的唯一念想。真娘，我还不至于此，对吧？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最后一次，真娘，最后一次。从你算计我哥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再也回不去了。真娘，真娘，这几日，真娘起得比以往早，干活也比以往卖力了。你看她像个武士人一样。其实我知道，她心里难过极了。你要是有心，你就显显灵吧，开开他们的心怀，行吗？哎呀，这孩子都多大了啊，还没大没小的。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啊？呀，爹，您看看，娘又开始唠叨我了。爹，娘总跟我说她胆子很大的，这年轻的时候看到老虎都没有哭，我才不信呢。光是这几日，我都看到娘哭了好几次了。行了，我知道你这几日总在想办法哄我高兴呢。我知道，你是个有骨气、有主见的孩子。可是，有了这么一遭，你以后的日子必定难过。你要是怕你难受，怕你有苦，自己憋在心里不与我们说。我是难受，可我难受的是，因为我的婚事让你们受了这么大的屈辱，
尤其是爷爷。我知道，他这些年虽然不再碰墨了，但是心里一直挂念着莫言。可这次当场让他丁尺明示，算是彻底打消了他心中的念想。若是我的幸福要你们的付出来换，那我宁愿一辈子不嫁人，我宁愿一辈子留在家里侍奉你跟爷爷。又胡说了。人生至苦，鳏寡孤独。有娘在，真娘才不怕呢。娘，我都饿了，一会儿爷爷跟哥该回来了，去给我们做饭吧。好好好，娘去给你们做饭。嗯。爹，你若是真的显灵的话，就帮我安慰安慰娘吧。您哄哄我娘，让她不要再哭了，好不好？哭出来吧，眼泪呀，是个好东西。痛快的哭一场，好好跟过去道个别。真娘，还不打算理我？不是的，真娘，我早就想来找你了。是我大哥。难道你想因为我跟你大哥的事情，就一辈子不来找我，再也不理我了吗？怎么会呢，真娘，你莫要误会我。好啦，傻瓜，我逗你的。华儿，其实这段时间我也很害怕，我还害怕你因为这件事情而不想理我了呢。真娘，我怎么会不想理你？这事本来就是我大哥做的不对，而且我们发过誓要做一辈子的好姐妹，这姑嫂做不成，姐妹仍是一辈子呀。谢谢你，华儿，谢谢你。怀真娘，你就是故意气我。请我喝糖水。好，我请你喝糖水。过来，别生气啦。老板，
来壶茶。来了。卖墨嘞，上好。二位，您喝点什么？歙县莲心。哎，好嘞。卖墨嘞，来了个卖墨的。上好的墨。哎，卖的什么墨？拿过来瞧瞧。哎，好。来，给我们看看。哎。老板，这墨怎么卖的？客官若要，1两银子得卖。就你这墨，也配卖1两银子呀？客官，这当然是上好的墨。二位，请喝。不是本地人吧？啊，这天下极品的墨皆在徽州。这徽州墨中的上品啊，有落墨、李墨、沉墨。你这个墨怕是徽州3岁小儿子做的，还敢卖1两银子？去别地儿卖吧。我这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大叔，来者是客，要不请您喝杯茶？这不要钱的，来吧。多谢您。哎，大叔，可否借我看看您手中的墨？多谢。这题款看起来甚是特别。这墨中还加了诸多不同的辈分，这用料竟比骆家的还要多。此墨产地沿海之地，姑娘好眼力。此墨品质不俗。依我看，这墨卖上1两银子不算贵。姑娘说的不错，这墨中加的材料倒还在其次，难得的是用材。墨中用的并非普通松材，而是生于沿海之地的黑矮松。黑矮松，古籍有云：黑矮松，色如胶，触如凝脂，取之入墨，当为上品。只不过因其生长缓慢，终年也长不到1丈高，故而尤显珍贵。这些墨是我费尽功夫才弄到手的，没成想价格一降再降，仍是卖不出去。外地多认徽墨，而这徽墨又只认3大家。这墨的妙处啊，说了也没多少人愿信。您也别太丧气。依我看，此墨既然用材特殊，和墨技法也不同于本地，您不然可以卖给墨坊作为参照。就像您方才说的，徽墨3大家，这任意一家想必都会高价收下。这竟是我从未想过，多谢姑娘指点。哎，别客气。哎，您这墨，姑娘慧眼识珠，赠茶之恩无以回报，这方墨便当回礼。哎，好，慢走啊，两位。好的，水哥。哎，好。哎，慢走，结账了。走。等我一下，我拿着笔吧。你把这笔拿上来，快走，我们路上吃。走。水波。哎。水波，今日这人怎么多得出奇呀？哎呀，今天是骆家选松材的日子，要是被骆大少爷看上了，那可得大大的发上一笔财呀！这人能少吗？骆家不是有自己的松厂吗？骆家得了供墨权以后，订单量自然就不同以往喽。还听闻呐，骆家前些日子还接了个大单，恐怕就是这个缘故吧。难怪这几日看到他，越发的目中无人。水伯啊，这里怎么有个文书啊？临安陈家？
那定是老陈他们走的急落下的。你腿快，赶紧给人家送去，别耽误人家的事儿啊！哎，我这就去。放心吧，水果。哎，总算，哎呀，哎呦，总算见上你们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们这门说拉在水滩了。感谢你了，真娘。可惜啊，老天没给咱这个命，真是辛苦你白跑了一趟。这文书啊，没用了。这松才遴选提前结束了吗？还没开始呢。哎呀，莫提莫提。那骆家少爷啊，还没等我们介绍，直接扫了一眼就责骂我们说，就这等次品也敢卖到我们骆家来？你说我们连见松师都没见到，就被赶出来了。算了，我们啊，伺候不起他们骆家。可我们如此多的松菜，这骆家要是不收，谁还能收得下？哼！你说说这事儿闹的。我也许有一个法子，可以让骆家高价收下你们的松菜，但若是你得了便宜，可不能四处张扬。哎呀，有了有了，多谢多谢多谢。等我想。说话。剑松师傅，突然害了疾病，来不了了。怎么不早说呢？松木遴选，那要选出最好的上品来。这么多的木头，我一个人选得过来吗？大少爷，这灵石我实在是找不到人呐。这是徽州，最不缺的就是磨坊，去给我找。找不回来你也不要回来。喂，鞋掉了。谁跟这儿捡笑呢？这不是当街退婚、惊世骇俗、誉满徽州的李珍姑娘吗？骆大少爷客气了，我能享誉徽州，还不都是拜骆大少爷所赐？哎，李珍姑娘抬举我了，我充其量只是个趁火打劫的，这火还不是我放。哼，幸亏这火灭了，要不然还不都得被骆大少爷您强取豪夺了去？倒是了解我。嗯，李珍姑娘到我骆家磨坊来，所谓何事？我方才听闻你们缺个剑松师傅，我便是来剑松的。你剑松？这儿每一块松木都是看着你长大的，你去鉴定他们，凭什么呢？就凭我是智墨五杰之首李金水的孙女，我打10字起，瞧的便是墨书料丹，区剑松而已，又有何难？口气不小。骆大少爷，可敢与我一赌？我们各自选松，若是我选的跟你一般无二，那便说明我担得起剑松的名号，拿得起剑松的酬劳。若是你输了呢？若是我输了，那这方墨便是你的了。就这质量的墨，配跟我家少爷打赌？好，就以此墨为注。若是你选得好，不但酬劳归你，我外加10两的彩头。啊，少爷，如何？一言为定。李珍姑娘，该你了。这么小年纪的会看个啥呀？会不会看呐？让一让啊，让一让。
选好了啊。来。看着吧，我李真从不干如此龌龊之事。哎呀，有点意思啊，李真姑娘。啊，真是有点意思。那就请骆大少爷言出必行吧。哎，带李真姑娘去骆家账房领银子。是，大少爷。哎，等等，骆大少爷，您当真就选中这3家了吗？李真姑娘言下何意？可这最好的松材不在此处。那真正最好的松材在哪里？好，成交。林安成家。哎，哎，好嘞，来，小二，找马车交通。这木头颜色又黑，木质又粗，别说我家大少爷，我都没见过如此劣质的松材。你当我们傻子呀？一般而言，上等松材色淡，而木质顺滑，但古籍有云：黑矮松，色如胶，触如凝脂，取之入墨，当为上品。只不过因其生长缓慢，终年长不过1丈高，故而尤显珍贵。这便是你所说的黑矮松。骆大少爷，您不妨再仔细看看这方墨。骆大少爷醉心制墨，要辨清真伪，想必不难。哎呀，李真姑娘，这黑矮松为上品。平安，哎，入库登记。好，切记，给我把这批松木放在南面仓库，切勿生潮受了虫害。记下了。因生长之地潮湿，黑矮松的存放也与普通松材不同，必要置于避光阴潮之处，否则取之入墨，墨块极易干裂。李真姑娘，收好你该得的银两。需要上称吗？不用，数清楚了，分文不少。对了，骆少爷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，今日我来见松是临时起意，还望你不要四处声张。好说，正好我也有一个不情之请。坐。哎呀，没那么多规矩了，坐。丫头，我想请你来我骆家上供，如何？骆大少爷，您的为人我还是避之不及的。我的为人你又如何知晓？若想对我做评判，说别的都没有用了。我这一生不过一个墨字，田家宵小玷污墨，我便恨；你心中有墨，我便喜。你们家有好的和墨的方子，我便想不择手段地拿到手里。话已至此，李真姑娘，我骆文松给你赔个不是。
请你来骆家上东，是我真心所想。我惜你在墨上的天分。天分又不代表喜欢。徽州这地方，墨叶才干多如牛毛，有的人跟他痴缠了一辈子，结果又如何呢？我这点天分呀，也就骗骗你骆大少爷的钱，够使了。哎，你喜不喜欢，我看得出来。常有人说，某些人对某事某物极有天分，只是心思不在这儿，虚度年华，埋没了自己，这不是废话吗？不喜欢不痴缠，那不叫有天分。即便偶有灵光，那也只是一时的机灵。丽珍姑娘可不是机灵，方才变松之时，我看得清楚。若是平时你对墨上不下心思，又岂能点得如此透彻？再有，丽珍，你家已经除族务，李金水发誓不再做墨。你若真想在墨道上有所作为，你不来我骆家，你还有更好的去处吗？我也是奇了，我是女子，你收我与行规不符，更是与李骆两家利益不符，你就不怕这李家再把祖师玄奇请出来，乌泱泱的上你的门？啊，给你看看东西。这是我姑姑骆梦真在我3岁之时送我的。可以这么说，骆家的墨叶有一大半是我姑姑骆梦真打下来的，那不也是女子？规矩，规矩是做什么用的？是用来成事的。成事之中，如果需要破规矩，那就破啊。那姑姑。朱墨勾天眼底沉，今年春尽不知春。满徽州，我唯一敬重的人，就是我姑姑骆梦真。哎呀，骆大少爷，这说到底不过是你家剑松师傅今日病了，你需要一个灵工而已，怎么又莫名生出了这么一扯的话？我听不懂。至于我走不走墨叶这条路，更是与你骆大少爷毫无关系。告辞。对了，方才忘说了，这黑暗松得避光保存。不信，你去查古籍。进祖。迎神。你猜怎么着？今天我给骆家建了回松台，就赚了20两赏钱。怎么了娘？我挣了钱还不开心啊？你爷爷今天非要回主家参加李家百年祭，我怎么拦都拦不住。百年祭？他去干嘛呀？咱们家已经被除族了，去了岂不是自取其辱？可不是嘛！你爷爷倒好，非要把你哥一起拽过去。真娘，真娘！跪！拜！兴！起！跪！
八爷不是被除族了吗？100年大计啊，祖宗可以不认八爷，但八爷不能不认祖宗啊。督住！符为上响。这八房脸皮也够厚的呀！八叔，您这个教子无方的长辈，就别在这碍眼了吧。你，李正良，就是因为你爹贪杯误事，害得李家丢了供墨权，还丧了我父锦旗的命。大家说说，他们有什么资格在这祭拜祖宗？八爷只不过是在祠堂门口祭拜，又没进去，李家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对呀，我咄咄逼人，我们家人都让他逼死了，我还说不得了。他们就是李家的罪人，别说是在这祠堂门口，就是在歙县，在徽州，他们也不该有脸在这待。别在这弯腰磕头了，你们这些丧门星，在祖宗面前，你们这辈子都直不起腰，活该一辈子被人戳脊梁骨。爷爷，咱们走吧，礼不可断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赶走！你们干嘛？你们干嘛？正亮，正亮，正亮，当家胡闹，让祖宗蒙羞，我们万万做不得。爷爷，正良，做不得。李家被你们八房害得如今这个地步，你们还有什么事儿做不得的？我要是你们，就该去九泉之下亲自向锦旗、向列祖列宗赔罪。要不是你们，我们家锦旗就是李家下一任当家的，我就是李家的主母。你们八房欠我的，这辈子都还不完。锦旗媳妇儿，你有恨，就恨我吧。恨你管用吗？恨你我们家锦旗能活过来吗？你们都该去死，都该去死！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我们马上就走，我们马上就走，我们马上就走，我们这就走，我们这就走。李盛良，100年大计，胆子也太大了！我喜欢你谁呀？啊！别打！哎呀，爷爷，你没事吧？瞧瞧这一下子，啊，嘴巴上说做不得，干的都是蛮横撒泼的事儿。李真，你有一个山野泼妇似的娘，难怪生出你这个没羞没臊、没人要的便宜货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再说一句！再说一句！再说一遍！看不得没有娘！再说一句，田江月，爷爷，再说一句！喊什么喊？今天是我李默100年大计，你们八房要干什么？不是我们要干什么，大家都看到了，是他先动手打人的。他动手打人，你们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，他就去打你了。真娘，真娘，好，今天这个日子，我便先不跟你们纠缠。爷爷，我们先回家。走。李金水，你还有脸来拜祭祖宗？先是你孙子偷盗磨坊，你又让真娘去骆家变松谋利，好一个智墨武节，好一个丁尺名士啊！真娘，什么变宗？事到如今还装傻，不觉得恶心吗？够了！
这磨坊一事，大家有目共睹，是田洛两家算计我哥。就算我哥一时失察，可你们当众拦轿，逼得爷爷丁斥明示，这桩公案也算是两清了。至于卞松，是因为我想为了家中还债，迫不得已便跟那骆文松赌了一局，我没有别的心思。我爷爷更是不知此事，你莫要血口喷人。是我血口喷人，还是你李真巧舌如簧？大家自会清楚。要不是你七祖母疼你爱你，若是依我，早就让你们滚出歙县，滚出徽州，一辈子受苦，永世不得翻身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全家一直在为失去公母、失去亲人赎罪。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们无力扭转。我们只是希望能过上好的日子，让我们小家得以生存。为何你们连条生路都不肯给我们？非是我李景东容不下你们，而是李默容不下你们这种吃里扒外、败坏祖宗基业的蛀虫。真娘，爷爷，你让我把话说完。真娘幼时家逢变故，虽尚未懂事，但却深知一切因默而起。从此默便成为了我们家中说不出口的禁忌。这些年来，我跟爷爷、娘亲、哥哥一直小心翼翼，对此唯恐避之不及，只想过好我们自己的小日子。可偏偏总是有人盯着我们家不放。骆家觊觎爷爷的磨坊，田家想要爷爷的制墨手艺，而景东叔一再相逼，也不过是忌惮爷爷一生所学，唯恐八房再有翻身之日。无论我们怎么做，在你们眼中皆是过错。既然躲不过，那真娘便不愿再躲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就在徽州，我们哪儿也不去，我们还要过得比你们更好。景东叔，孙叔母，你们就好生看着吧。三哥，别跟他废话，把他们轰走，轰走！哎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别动！对不住各位，对不住，别动！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别动！都别动！都别动！请我看谁敢动一下，我看谁敢动一下，我今天就剐了谁！你要干什么？把刀放下！真娘，真娘，你这是在做什么呢？以后，这也是我们八房祭祖的家祠。你胡说八道！家祠是你随便说建就能建的吗？真娘，你要做什么？你站住！祖师爷的画像，岂能擅动？张良，把祖师爷的画像请回去。真娘，真娘，成何体统？就算你要祭祖，也不是非要去李家不可。有哪条规矩上写了，我们不能自建祠堂的？真娘，一笔写不出2个李字，那一笔也写不出1个李字。我胡闹办家祠，也好过您愚孝去李家受辱。您今日所为，可有想过娘？想过哥哥？想过我？我们才是一家人啊！爷爷，真娘说的没有错。今日之事，
全当你们戏言，以后不许再提。这些时日，爷爷被他们逼得丁齿明示，今日被他们欺负成这般样子，难道我心就不疼吗？我恨您的愚孝，但我更恨我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好你们。从现在开始，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再欺负了我们家去。他们生怕我们泡沫，生怕我们过得好，但我偏要碰，我偏要过得比他们更好。从今日起，陈娘便当着先祖面前立誓，从今日开始学习墨迹。我要把八房这些年受到的屈辱，把爷爷和爹失去的尊严荣光，我要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。爷爷，请您教我制墨吧。小妆映铜镜，胭脂成红衣。回墙青砖掩饰里，孤雁落成萍，孤芳难自已。过往细细无归期。一抹微风为我添妆，一抹微影引我心上，一抹微笑与我荣光，一抹为我痴狂，纵我心光。一抹微风为我添妆，一抹微影引我心上，一抹微笑与我荣光，一抹为我痴狂，纵我心光。以爱为我宁让万物生。